陈凡，你耍流氓！好疼，是真的。吃饭，你干什么呢？林教授，你也还活着呢。滚去！啊！滚去！真的重生回了2000年。所以说，这次我一定会保护朋友。哇哦！亲爱的同学们，4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了，没想到即将要送走你们，在我的心中呢。凡哥，刚才啥情况？之前你不是喜欢隔壁班的林雨薇吗？你现在这是移情别恋了？你能不能别瞎造谣？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林雨薇了？我喜欢的人从始至终只有苏若楚一个。好，我们上课。生气了？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若楚，我错了，以后没得到你的允许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不过你要是还生气的话，你可以返回来亲我一口。陈凡，若楚，今日我是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错过了一个很爱我的女孩，遗憾终生。这辈子我是绝对不会对她放手的。好好听课。遵命。今天课就上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询问的，随时可以找老师。下课。去。跟你混什么？要不该太难受。趁现在没有几个人看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能掐会算呐，不会火眼金睛。上一世他因临近考研，神经紧绷，导致例假提前，弄脏了裤子，被不少人笑话。这一世我可得护好我的媳妇。我媳妇儿真漂亮，就是太瘦了。这次我得好好赚钱，给她好好补一补。若初，下课啦，走，虎哥带你去歌舞厅见见世面。我不去，请你让开。别害羞嘛，你看你穿这身太素了，哥带你去挑几件好看的新衣服。走。我警告你，离得远点。烦。你一个穷小子也学人家泡妞，你瞧瞧你这个穷酸样，你配得上人家吗？你有资格跟我争吗？我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吃你家饭还是喝你家水了？没听到我媳妇儿说拒绝你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申凡，你不会是穷出幻觉来了吧？苏若初，是我的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滚，不然老子一定让你在学校混不下去。就凭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看看你长得这副猪样，还敢欺负我媳妇，小心我把你打得满地找不到。你个穷鬼，居然敢骂老子！陈凡，你别轻举妄动，真要打架，你会被处分，影响毕业的。影响毕业算什么？他们敢欺负你，
我就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啊，老子今天不把你打得跪下叫爷爷，老子就不姓黄！哎，虎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凡哥，你别跟他隐瞒，他爸可是学校的校董，你惹他，他爸肯定会护犊子，开除你的。哼，咱们虎哥不仅在学校混得风生水起，哎，在社会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你们几个现在道歉还来得及。就是，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，也配跟虎哥叫嚣？不过是个校董的儿子，就这么嚣张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天王老子。你这虫逼，居然这么嚣张，竟然敢对校董儿子不敬！陈凡，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！别皇上，你消消气，千万别跟我兄弟一般见识，他就是……滚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碰我兄弟。好啊，愣着干嘛？走！黄虎，你别太过分！你心疼他做什么？他一个穷小子，配不上你的喜欢，不如就跟了我。你好好陪我睡一觉啊，我保证。老虎，嘴放干净点儿，敢惦记他，小心我把你头打歪。陈凡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老子动根手指就能弄死你！不要！说呀！就凭你们不够格。凡哥，你也太牛了，什么时候学的这身功夫？你真深藏不露啊！陈凡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放心吧，就他们几个，还伤不了我。下一个就到你了。你别过来！你刚才那副嚣张劲儿呢，怎么吓成这副德行？你这老大当的可真窝囊。陈凡，你敢在学校动手，你完了！我要你挂科，毕不了业，我还要报警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好啊，在这之前，先让我打个爽。你个渣子！你不敢动手，你就这点本事？这是你说的，那我成全你。陈凡，这事儿对你不利，你要是被勒令退学了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今天看在我媳妇儿的面子上，我先放你一马。如果还敢有下次，我会让你们几个下半辈子下不了床。爸，你给我等着啊！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你一定会滚出学校！走，我们走。凡哥，你刚才也太猛了！这黄虎仗着他爸的关系，一直欺压其他同学，你这一出手，简直太解气了。可陈凡得罪了黄虎，这事儿因我而起。如果黄虎他爸找你麻烦，你就往我身上推。我媳妇儿太善良了，跟仙女儿似的。你就放100个心吧，他们找不了我的麻烦的。若初，从今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。你别逞强，这事儿不能你一个人承担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啊！凡哥，要不你俩原地结婚吧？这暧昧的气氛，也太让我这单身狗羡慕了。哎，会说话就多说点儿。若初，这么巧啊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我。我马上就要考研了，考研之前我是不会谈恋爱的。明白。
那考研之前我就先不追你，不过你得允许我每天放学送你回家。前世若初被人欺辱，这一世我必须提前防范，绝不能让他受到半点伤害。不行，这样别人会误会的。唉，好吧，那我只能继续追你了。你这是耍流氓！陈凡，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。我考研之后会继续投入到我的学习中，而你跟我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若初，那如果我也能考研成功呢？那时你会同意做我女朋友吗？你先考上再说。我一定会考上。若初，坐这儿。哎呀，来吧，坐这儿，我去给你打饭。不用。哎呀，你就让他去吧，不然他全身不得劲儿。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太瘦了，多吃点，这样才有力气考研啊。不用，我够了，你自己吃。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男人，真是没眼看啊！吃这么多东西，他堵不住你的嘴呀。爸，就是这小子打的我。就是他是吗？臭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就敢打我儿子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校董亲自来了，陈凡肯定要被学校除名。听说他还准备考研，这得受多大的影响啊！这黄虎他爸可是出了名的护犊子，在学校啊更是一手遮天。这回这穷小子可惹上大麻烦了。臭小子，跟你说话了，给我站起来！妈，儿子不行就找当爹的来撑场子。放肆！你什么态度啊？作为一个学生，竟敢动手打人，目无尊重，还敢顶撞我，如此的嚣张跋扈！我看你是不是不想上这个学了？你儿子骚扰女同学，品行不端，仗势欺人，就该打。不就是一个校董，这官很大吗？陈凡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这是校董，你现在在这逞口舌之快，待会儿就让你后悔。身为校董，在学校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你这样的品德，恐怕不配在学校继续待下去吧，也不配继续为人师长。你除了会狗叫，你还会做什么？我倒要看看，待会儿你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学校的时候，苏若初还会不会多看一眼？陈凡，别跟黄校董对着干。黄校董，这个事都是我做的不对，跟陈凡没有关系。你要处分就处分我吧。不处。苏若初，你识相呢，就赶紧过来给我道歉，然后乖乖的跟我在一起，让他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，那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。钻裤裆，你这癖好挺变态啊！要不你们爷俩先给我演示一遍。爸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到现在还在狂，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陈凡，很好，不过被开除了。喂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撤销陈凡所有的学习资料，我要让他没有资格就读任何学校。凡哥，完蛋了！你一旦学籍被撤销，你不但研究生不能考，其他大学也不能上，那你还怎么跟苏若初在一起？黄啸天，你以权谋私，威胁同学，我看你这校董是要当到头了。那又怎样？没有学习，你就没有工作。想
个废物一样慢慢的烂掉。要不你现在给我学2声狗叫，叫的好听，我赏你个看门狗的工作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校董的职务先被撤销，还是我的学籍先被撤销？好，陈凡，这都是你逼我的啊！同学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谁要把陈凡给我打趴下了，我保证他这学期的所有科目都不挂科。所有的后果我们来承担。敢滥用职权，你们黄家算是完蛋！在这儿，我们就是天。同学们，不挂科啊，赶紧上！方哥小心！就你们这些歪瓜裂枣，别想烧我！装什么装啊？难不成你一个人能打过我们一群人啊？真当吹牛不上税呢？就是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电影男主角啊？黄校长，我去处理他，让这臭小子嘴硬。好啊，陈凡，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行凶啊！反，就反！明明是你们先要动手打人的，现在怎么还要反咬一口？被打的这些同学可都是证据啊！快把他给我赶出学校！老虎，上次挨揍没长记性是吧？还敢在这狗叫？给我狠狠的教训他！我要他这辈子都记住，这辈子见了我黄虎都绕道走！陈凡，我看谁敢动他！住手！看你们谁敢动他！黄啸天，你身为校董，不能以身作则，成为为人师表的好榜样，却在这里欺辱殴打学生，你就不怕被革职吗？又来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啊！让开！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儿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啊！陈凡，这是谁啊？一个能让他们俩倒霉的人。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啊！你找演员也找个身体好点的，就这老头老腿的，还让我们父子俩倒霉？我看你是脑袋里装豆腐，遍地开花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会儿吓得尿裤子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！不然你们两个现在跪地求饶，我就大发慈悲放了你们。大发慈悲？你个粪坑里出来的脏东西，真当自己是玉皇大帝了？陈凡，完蛋了！要完蛋的人，看你自己这副熊样，找什么存在感？你要不是靠着这个当校董的爹，还能站在这儿喘气儿？我靠我爹，那是天经地义。你以为谁像你，家里就2根老苦瓜？儿子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真当我给你脸了？好你个陈凡啊，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儿子！来人，给我好好的教训他！黄虎，你不是想要和我在一起吗？你放了他，只要你放了陈凡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若初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就是因为我，他们才会针对你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你们俩还真是恩爱呀！但今天一个都逃不掉。上，看着谁敢动！我动他又能怎样？老东西，老子一脚就能踢残你！识相的，滚远点儿！小爷不怎么扔你！老虎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还敢这么猖狂？我管他这个老东西是谁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黄虎也不怕。哼，别以为随便找个老乞丐充大佬就能唬住我。小子，你爹就没有教过你在外面说话做事的时候要掂量着点？你如此的不知天高地厚，就不怕摔得粉身碎骨吗？黄虎啊黄虎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跟你爹的前程
恐怕今天就要折在这儿了吧？就凭你还有这个老东西啊，一个臭鸟蛋，一个烂番薯，有这吓人的本事，还不如回家挑几担粪把地种好了，总比在这里跳大神唱戏的强。凡哥，这回真是大佬。当然，有些人不光眼瞎，脑子也被驴踢过。我估计啊，当初是捡了个胎盘养的，把人给弄丢了。说谁呢？谁问说谁，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儿。这辈子猪头猪脑就算了，下辈子重新投胎可别这么惨。哦，不对，我劝你还是多行善积德，不然你下辈子连人都做不了。你们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老东西，我可警告你，冒充领导被查出来，可不单单是坐牢这么简单。还有你，惩罚就不只是开除了。陈凡，你不要为了我做这种事，这件事本来就是因我而起，你收手吧，你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更不会骗你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苏少初，你看看你选的这什么垃圾，你不如还是跟了我，不管是陈凡还是他口中的大佬，都得靠边站。靠边站？他可是教育局局长。那我还是市长呢，他是教育局局长，那我爸不得是元首啊！陈凡，吹牛不带打草稿的啊！小子，你找演员演戏不提前背台词吗？怪不得黄虎这么蠢，原来是随根儿啊！区局长需要背台词吗？只要他想，拿捏你就像捏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就你们两个这智商，赶紧滚回家，少在这丢人现眼。陈凡，不想挨打开除，也不用编这么离谱的理由吧？就是，别把姿态放那么高，到时候受不了整，吃亏的是你。陈凡说的没错，我看你们最好还是低调一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着对我不客气啊！说了半天，你这一点行动都没有啊！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嘛，光说不练，假把式啊！皇上，装的人我见这么多，装这么大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哎，不如你就如他们愿，好好收拾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局长，您看到了，他们仗着黄啸天是校董的身份，便如此横行霸道。我建议立马撤除他的职务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在如此顶级的学府里，竟然有你们这种蛆虫。既然你们毫不收敛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这就通知局里，马上下达解除你校董职务的文书。嘿，你真是疯了，敢摔局长的手机！你这道具而已，摔了就摔了，一群穷鬼买得起诺基亚吗？还敢拿我们怎么样啊？人一起打！看你们谁敢动！敢动局长，你们这辈子就完了！倒要看看是谁先完！你们这几个废物，愣着干嘛？上！我帅，保护好局长。谁把他给我打残了，我奖他500块钱。陈凡，欺人太甚！犯法，在这儿老子就是法。
给我把这个废物的腿打断！我要让他像蛆虫一样，下半辈子只能爬着走！我打！荒哥，劝你回头是岸，致人残疾是要坐牢的。那又怎样？我爸是校董，在这儿我们说了算。苏尔多，你给我看好了，我要你好好看着我是怎么把这个废物打成狗的。苏尔多，你放开，有事冲我来。陈凡，没事吧？不对！你们这群垃圾！陈凡，都劝你别跟皇少较劲，你又不听。现在这顿打分明是你自找的。来，现在过来说两句好听的，还来得及。就是，你现在啊，赶紧给皇少跪下磕个头，这皇少心情好了，就放你们走啊。陈凡，不如你现在跪在地上，一边学狗叫，一边给我道歉，然后再绕着食堂跑3圈。我可以考虑放过郭帅，再放过你们。我不会。不如你给我亲自演示演示。稳住！陈凡，放开我！疯子！你废物，快放了我儿子！放了他们，不然我不介意把你的宝贝儿子弄残。陈凡，你他妈，你再不放，我就把这脑袋打开花！好，住手！我放，我现在就放，放了他们！我警告你，如果再敢动我们一根汗毛，就是废物！没事吧？陈凡，我要你付出代价！哎，入主，听到没有？你动我媳妇儿，我废了你！别，陈凡，我不想你有任何事。好，既然你不让，那我就不对你们动手了。但你们不认识区局长，那我就让校长亲自来收拾。区局长，麻烦你了。刘浩东，给我立刻带到食堂来！马上你们就会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人。我呸！都他妈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跟我演戏？我们学校才被评优，教育局长亲自表扬了校长，他这会儿忙得很，根本没有时间来见你这个狗东西。等下校长来了，看你们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？怎么，找一个老东西演戏不够，还想找第二个？告诉你，就算校长真的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是不是演戏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好啊，我早看那老东西不顺眼了，有本事把他叫来，让我出出气。让来呀！黄啸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黄啸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校长，校长，您可算来了。他们父子俩不光殴打同学，还想对区局长动手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没有，校长，他们实在是太嚣张了。他们不仅辱骂我们啊，还敢找一个老东西假扮教育局局长啊！像陈凡这种品德不良的学生，就应该给他一个教训。对，一定要严惩陈凡。您看，我这全是陈凡打的。哼，你们先动手，我们还不能还手啊！你这点伤都是轻的，敢辱骂区局长，没被打残就是万幸的。
你看，他到现在还在威胁我，而且他还带着社会闲散人员来我们学校冒充领导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就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混账！你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人吗？区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早知道您要过来，我一定会到门口去接你的。您有什么指示啊？原本我过来就是想看一看你们学校在评优之后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更进一步。可结果我看到的却是，好学生被校董欺凌，坏学生在为虎作伥。你们学校就是这么优秀的？区局长，您见谅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校长，他就是一个乞丐呀！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他在我们学校来作乱，我打他都算是轻的了。还有这个陈凡，小年纪不学好，应该立即开除的呀！王啸天，祸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，简直蠢笨如猪！你给我闭嘴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们学校不需要这种不服管教的人。不服管教的人是你，不光把我们打成这样，还把区局长的手机给摔了。校长，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？打你们怎么了？啊？就你们这帮废物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。你们这是在违法犯罪，仗着自己是校董的身份，无法无天。校长跟区局长一定会狠狠地教训你们的。要是你们还不认错的话，等会儿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们。局长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，就你这样一个摇尾请人的乞丐，怎么可能请得动局长？校长的态度已经证明了一切，你们如此目中无人，要继续闹下去，最后难以收场，就怪不得任何人。校长，他对我们反复羞辱，我要求他对我们赔礼道歉。王啸天，你们现在马上给区局长和陈凡他们道歉。局长，天啊，真是局长！那黄虎父子岂不是在自找麻烦？皇上，你要不快道歉吧，不然等一下真收不了场了。校长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局长呢？儿子，他不是局长，难道你是局长？校长，您一定是被陈凡这个废物蒙蔽了双眼，这分明是陈凡找人过来模仿的局长。是啊，校长，局长那么忙，不可能突然来我们学校的，就算是要来，也会提前通知的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校长眼睛瞎了，连局长都分不清？是不是局长？我分不清啊。校长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呀！现在明星找一个跟自己相像的很容易的，更别提局长了呀。您要是这样一直被陈凡利用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，就应该狠狠地惩罚他们，报警，让警察把他们抓走，以儆效尤。好啊，我们现在就报警，看警察到底是抓你还是抓我们。事实就摆在面前，没必要继续装疯卖傻。校长，他们这么不知悔改，我提议立刻撤销他校董的职位，给我们学校肃清不良校风。从现在开始，罢免黄啸天校董一职。什么？校长，不是吧？他就是一个混小子和他的狐朋狗友，外加一个他妈的老东西，打也就打了。我这是在维护咱们学校的形象呀！你凭什么罚我嘛？校长，您一定在开玩笑吧？就为这么一个乞丐，开除我爸这种顶梁，这不太好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道德绑架校长？你们继续这么作乱，难道就不怕到时我们学校的评优资格被取消吗？如果要是影响到了学校的评优，我第一个轻饶不了你。校长，就这么一个老东西，能影响什么评优啊？他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他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以局长的身份行骗。就是啊，他是不是区局长，你们马上就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区局长，您已经给教育局发过短信了。对，既然区局长已经下达了命令，那这会儿卸任的通知应该以短信的形式，快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。装的倒是有模有样的，
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乞丐有什么本事，让教育局听你的话。好啊，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怎么害怕？哎呦呦，你们爷儿俩刚刚那个劲儿呢，怎么这会儿连短信都不敢看呀？你们懂什么？我爸平时工作那么忙啊，每天都有无数人给他发消息，一条工作短信而已，能证明什么？那就把短信亮出来给大家看看了。爸，你堂堂校董，还能让这群废物给震慑住了？我就不信他们真能请得动局长。既然不信，那你爸害怕什么？不如现在把短信拿出来，读给大家听一听。就是，不会做贼心虚，不敢念出来吧？谁做贼心虚？分明是你们嘴硬。好啊，不如我们打个赌，如果是卸任短信，那你黄虎就乖乖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再大叫一声“爷爷我错”。谁怕谁呀？你如果输了，你给我滚出学校！没问题，那就揭晓答案吧。卸任通知？怎么可能？爸，怎么可能是卸任通知？校长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搞错？难道不是你们冥顽不灵？王虎，愿赌服输，该你履行承诺了。还得是我凡哥，你们不是嚣张吗？这踢到钢板上的滋味如何？我早说过，他们终究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还有个穷酸学生，怎么可能认识教育局局长呢？你不知道的事儿可多着呢。现在你得罪了区局长，你们俩这辈子算完了。不对，现在短信也能造假。你为了伪造这条短信花了不少钱吧？你一个穷鬼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还真难为你了。我就说嘛，你一个穷酸学生怎么如此的嚣张了？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校长，像他这种品行的学生，不开除还在等什么？是啊，居然敢做这种事情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就是，开除陈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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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除我？你好歹是个校董，虽然是花钱买，不过你最基本的常识不懂。这短信是官方号码，谁能伪造？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三教九流，用了我们不知道的下作手段？那就睁开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，这短信是不是官方号发的？真的是官方账号，并且没人敢伪造，一旦被抓，可是要被判刑的呀！混账！你还真是个有眼无珠的东西。区局长你不认识，我的话你不信，现在连官方账号你都在质疑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这屎吗？这个蠢货！校长，就算您要袒护陈凡，也用不着这么是非不分吧？看你们那蠢样，我见过蠢的，没见过完全不长脑子。区局长，您今天带了工作证没有？我被这帮家伙气的，把这事都忘了。他真的是区局长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原来是真的。刚才黄虎父子不仅打了区局长，还让他们下跪，这下他们完蛋了。还好我刚才一句话都没有多说。哎，陈凡怎么这么厉害？他怎么认识局长？校长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局长。我要知道的话，你是该跟校长道歉，但你最该道歉的人是区局长。区局长，对不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
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儿了。你刚才对局长又打又骂，现在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妄想用一句轻描淡写的道歉一笔带过，这天下哪有这么平的事？方哥，你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原谅这兔崽子，不然他怀恨在心，下一次他肯定会更猖狂。帆哥，我就知道您平时就最大度了，以后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，我立马就……我不想听你废话，刚才的赌注是你输了，跪吧。不愧是我范哥，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不会做不到吧？陈凡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黄虎，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你不跪也行，反正被开除的也不是我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黄虎父子在欺负别人的时候，难道就没想到过会被回旋镖击中吗？这黄虎这么嚣张也是活该，他不跪正好。以后我们学校的毒瘤就被清除了，我们就再也不用跟这种人做同学了。黄虎，说不定你跪了，区局长就既往不咎，原谅你。好，我跪。爷爷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对。对不起谁？这食堂里你得罪的人可不少。陈凡爷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欺负你。区局长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质疑您，不该对您动手。校长，对不起。陈帆，我等着，今天的屈辱我迟早会还给你。陈凡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。区局长，如果不严惩他们父子，想必他们会变本加厉，欺负更多无辜的同学。我建议，这样的就不应该继续留在学校。陈凡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刚刚不仅被你羞辱，还给你道歉了，你到底还想怎样？刚刚你羞辱我的时候呢，甚至还要逼迫我媳妇儿跟你在一起，我这都算轻的。如果换作是你，只会更加过分。凡哥，跟这种人渣没什么道理好讲，弄！陈凡同学说的没错，就罚你赔偿陈凡同学10倍的医药费。王啸天，即刻起解除校董之职。黄虎，开除学籍。不，区局长，对不起，区局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陈凡，我求求你，你替我给区局长求求情好不好？我不能被开除啊，我还得考研呢。好啊，要想我原谅你，也可以。你说。我可以原谅你，但要不要收回开除你的决定，得看区局长他老人家的心情。区局长，校长，我自己犯了错，我自己承担。你们要解除我的职务，我没有怨言。可是小虎他是无辜的呀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，让他在学校把书念完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不过，我也不是是非不分的恶人。如果他以后不在学校欺负其他同学，我可以不计较；但如果他继续作恶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既然陈同学能够以德报怨，那看在他的份上，可以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不过你记住，以后要好好向陈同学学习，不许再犯这种低级而愚蠢的错误。是，区局长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谢谢凡哥替我求情。小虎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的肋骨还要断了，腿也疼。你们今天必须得赔我2000块钱。你们这是敲诈！不想给啊？好吧，
那我就只好报警了，或者说让区局长继续开庭。不要太过分，不许乱说话。好，我们赔。小子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我们走。不能走，拿不出钱来就想走，天底下可没这么便宜的事儿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谁身上会带那么多钱？我晚点让人把钱给你们送过来。你们这种不讲仁义道德，根本没有半点信誉可言。如果让他们走了，肯定就要赖账。区局长，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。现在赔！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我爸刚刚都说了，他身上没那么多现钱，你们是耳朵聋了，听不见吗？啊！身上没带钱，可以叫人给你送过来啊。再说，你们配我跟你们讲道理吗？你们这么不想给，不会是真想赖账吧？徐局长，您看，我现在就让人把钱送过来。现在给我送2000块钱到学校来，这下满意了吧？这里是2000块钱，数数，别到时候说少了你们的钱。郭帅，一张张的说清楚。好嘞。你这是恶心谁呢？是你爸让我们数的，看你这个怂样，难道这钱里有猫腻？潘哥，刚好2。赶紧滚吧！下次再这么欺负我，就不是赔这么点钱这么简单。我们走。区局长，今天的事抱歉了，等下我送您回去。哟，你小子把咱们研究的东西早点弄清楚。你们先忙，我和刘校长还有事要。必须的。咱们走。凡哥真牛啊，居然还有这么硬的后台。陈凡，你是怎么认识区局长的？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前世这时，域名网还没出来，但现在我必须得赶在高峰期前，研究出交易网站，把各个域名提前挂上去。到时候，那些大佬就必须得从我这里进行交易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一个火爆的域名交易价格可是高达几千万，这样我就能更快的有启动资金做生意了。嚯，小伙子，你这打字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怎么练的？也没练多久，就是平时比较喜欢，所以钻研的多了点。你要是经常练啊，也可以的。我这把年纪练不了这个了。现在这个网络呀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。小伙子，你这是在建网站？是啊，你也懂这个啊？略知一二，皮毛而已。以前也就是看一些教计算机的老师弄过。哎，你这是建什么网站呀？说不定我能帮到你。人事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林市教育局局长，什么局长不也都是一份职业而已吗？小伙子，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能力，不得了啊！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，你觉得咱们来个合作共赢怎么样？
好的，曲局长，能跟您合作是我的荣幸。好。域名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听不懂？你听不懂就对了。反正啊，我就是通过这个跟曲局长认识。陈凡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们现在去医务室。没事啊，我早就好了。你看，真没事。好吧，那个，你救了我，我请你吃饭吧。行啊，正好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馆。走。哎，不是，见色忘友啊，你俩！陈凡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谢谢你啊。保护自己的女人是我身为男人的职责，说什么谢谢啊？刘初，尝尝这个，味道超级好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够了，我碗里都要装不下了。我就是看你太瘦了嘛，得多吃点。陈凡，我看你最近一直往曲局长那里跑，你可要好好学习啊！马上就要考研了，我怕你考研失利。放心吧，我考研没问题的，不然我怎么让赶得上你的脚步啊？你跟上我的脚步做什么？你要为自己考虑。这就是为我自己考虑啊！只有变得更加优秀，才能娶你，保护你一辈子。你又开始不争气。啊，各位同学都到齐了。我今天呢宣布一件事情，咱们市电视台明天要举办一场知识竞技类的综艺，今天要在咱们班上选出一位代表去参加明天的拍摄。这个综艺我知道，收视率非常高，简直爆火啊！而且各大学校都很重视这个综艺呢，每个学校呢都想送顶级人才过去，给自己的学校增加知名度。我们学校啊还得过第一，得到了保研名额呢。可不止呢，听说还有5万块钱奖金呢，奖励这么好，我也想去。我要是拿第一，就不用那么费力巴拉的考研了。可惜呀，没实力拿第一呀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天才才能拿下。媳妇儿，你不是一直想参加这个，要不要去试试？不用，我觉得你可以去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考研和我一起吗？我有把握可以考上，但你就不一定了。如果你能拿到综艺的第1名，你就可以获得保研资格了。媳妇儿啊，我前世就考过一次，再考一次，你是轻而易举的事啊。要不还是你去？不行。这件事你必须得听我的，你必须去。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再不理你了。行，我去。王教授，这次应该选我去了吧？杨班长要是去参加综艺，那他肯定能给我们学校拿下第一啊！他当年高考可是省状元，平时啊他的成绩属班里最顶级的了。看来这次的奖金和保研名额都是杨班长的了，羡慕啊！杨佑安要去啊？那你可能没机会了，他好厉害的，本来还想你和我一起呢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争取。各位同学啊，大家呢先不要心急，这件事情呢事关重大，咱们一定要选出一个实力强劲的人来代表咱们班去参加明天的拍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哪位同学对自己的实力比较有信心的话，可以举手示意一下。啊，1位。2位。陈凡，就你那个实力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吧。怎么，你没实力，看我报名你就心生嫉妒？再说，我有没有实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一看到我就生气。注意一下课堂纪律啊，陈凡，你不要故意挑事情。王教授，是他先针对我的，你凭什么指点我的名字？哦，就因为他爸是校导。不，谁校导？陈凡，你少把教授扯进来。就算我爸不是校导，我也照样能压你一头。而且我还告诉你，
我爸不仅没有被革职，他反而还升职了。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，你这话不怕被区局长听到？到时候连你的学籍也一块扯。黄虎，吹牛的时候不妨回想一下上次你跪地上叫爷爷的事儿。我上次是为了给区局长一个面子，要不是我爸在外地，早把局长都拿下了。更何况你们俩小废物，你们俩最好乖乖的给我求饶，小爷我还能勉强原谅你们。行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你们啊到底是怎么把局长拿下的。陈凡，你不是要参加综艺吗？好啊，那你跟杨班长比一比不就行了？你要是输了，就脱了衣服，光着膀子到操场上大喊我陈凡是狗，并且让大家随便调教你，你不能反抗指令。不行，不行！怕了，那你就乖乖的收拾东西滚出学校，并且自动退学。你可真带不动，合着我比不比都有惩罚是吧？陈凡，你千万不能答应，他就是在整你。黄虎，你就非得跟陈凡过不去吗？要不是他饶了你，上次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。我是为了让他认清自己，杨班长的知识储备大家有目共睹啊！我是为了让他知难而退。就是，这可是面向全国的电视台节目，要是输了，丢脸的可是学校。都还没比，怎么知道陈凡会输？这是知识竞技类节目，既然是竞技，当然要竞争。我想参加怎么？难道学校规定我陈凡不能报名？说了半天还是不敢比吗？害怕就直说。陈凡，他作为一个男生，一天天就只知道打嘴炮啊！你要这么实力，那就跟他比嘛。就是，你不会比不过一个女人吧？一场比赛而已，搞什么男女对立？这是能者居之。男女对立，对立你个头啊！你之前就是个吊儿郎当、不着边际的蠢货，你哪来的真本事参加综艺啊？简直是笑话嘛！那是以前，陈凡现在他不一样，他现在很努力。若初，不用跟他们争，现在唯一能证明的就是赢了杨佑安。我也相信凡哥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都不答应我下的赌注，这不是怕输是什么？谁说我怕了？我跟你比，如果我赢了，那你就按之前说的惩罚，自己也进了。好啊，你给我认真点。教授，麻烦您出题吧。我看你们双方对对方都不太服气啊。我可以出题，但是最终的结果，我希望你们都能接受。没问题。我给各自10分钟的准备时间，我去取题卡。小废物，你现在求饶，可比待会儿输了哭爹喊娘好看。你还是担心自己吧。之前在学校得罪了那么多人，要是你被调教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趁机报。我好期待啊！皇上，你放心，论知识储备，我说第二，就没人敢说第一。好，那你就好好的给我打这个废物的脸，让他以后再也不敢嚣张。跳得这么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跟我比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没本事，别说第一了，答对一道题都费劲。就他，门门都挂科的人，好意思跟凡哥你比？不过他丢人的。陈凡，别狗叫了，爷爷不行了。陈凡，你别太猖狂了，一会儿输了有你难看的。陈凡平时成绩也就一般般，他跟杨佑安比，悬差不是一星半点啊。他还这么嚣张，真不知道书字怎么写，被我们皇上针对，活该。今天他注定输了。若初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不。好了啊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回到各自的座位。那么，你们2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陈凡，一会儿你就等着认输吧。
杨班长，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。好，那下面请听题：青鱼红毛中的红毛是指哪种动物的毛？大雁。回答正确。陈凡，加油啊！陈凡，看来这狗你是当病了，要不你现在叫2声，就当提前练习啦。急什么呀？这才第1题，咋的？狗是你同类呀，这么喜欢叫？要不你先给大家叫2声，表演一下。好，陈凡，你给我等着，等下有你好看的。好，再请听：色盲患者最普遍是不易区分哪2种颜色？红色和绿色。啊，陈凡答对了。陈凡，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。凡哥也太厉害，不过就是抢先一点而已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果然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。大不列颠即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哪个国家的全称？英国。陈凡答对了。怎么可能？这题这么简单，我都知道，你怎么回事？看来你选的人也不怎么样，做好接受惩罚的心理准备。我先让你2题，怎么着啊？有些人开始急了。请听：用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形容天生之美。请问相信天津回答正确。男性之美。回答正确。请问这是什么？月。回答正确。陈凡同学胜出，大家祝福。谢谢大家。陈凡也太牛了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厉害？每道题都能回答得很流畅，这种知识储备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是啊，太出乎我意料了。我宣布啊，陈凡就是我心里的新晋男神，太帅了。陈凡同学，既然你胜出了，那你做好准备，明天随我到电视台去录制节目。知道了，辛苦教授。好，那大家可以自习了。媳妇儿，我赢了。恭喜你啊，陈凡，你刚刚太棒了。老虎，你们败了。你个该死的女人，连个废物都赢不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皇上，陈凡他作弊！皇上，陈凡他作赢弊！了你就是作弊，身为班长就这么输不起吗？就是，刚教授跟凡哥都是快问快答，哪来的时间作弊？谁知道他用了什么高科技？这种快问快答本来就很难听清题目，他不仅无缝衔接，还高速回答，一点停留时间都没有。不是高科技是什么？哦，我说他这个废物怎么能赢过班长呢？原来是靠高科技啊！哦，原来是高科技啊！我还以为陈凡真这么厉害呢。幸亏啊，是我们发现的早，这要是去人家电视台被发现了，可丢人丢大了。我怎么和这种人是同学？真晦气！不可能，陈凡他不是这种人。别生气，交给我。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如果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，那我只好报警处理。哎，杨元，快把证据甩到他脸上，我要狠狠打这个废物的脸。如果班长拿不出证据，那就只好请你给我鞠躬道歉了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这证据，这需要什么证据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不正常。你少在这儿拿报警吓唬我，我才不怕呢。不怕你这么慌干什么？那我看你也不正常啊！你当年的考试成绩，不会是作弊抄来的吧？原来杨佑安的省状元是作弊的，难怪赢不了凡哥。你少在这污蔑我，高考是我自己写的，才没有作弊呢。那就报警，正好处理你刚才污蔑我的事。不能报警。那就道歉。皇上，喂，陈凡，你别欺人太甚了啊！
杨佑安，就算看错了，你一个大男人斤斤计较干什么？那你还靠你出风头？你又算什么男人？黄虎，你休想把锅往陈凡头上扣，拿不出证据就道德绑架，自己没本事就诬陷别人，你这是道德败坏！关你屁事！你个臭婊！妈若出，放开我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放手！给他道歉。你他妈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苏若初。放开我！输了就狗急跳墙，你这种人也配活在世界上？我呸！果然主人没道德底线，养出来的狗也是一样的没底线。凡哥，你也别轻饶黄虎了，给区局长说说，直接开除他得了。免得他再继续作妖。都怪你这个废物，害我丢脸不说，还打赌输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陈凡，快来救救我！他不会介意饶了我的，你快来救救我！你刚刚诬陷陈凡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现在会挨打？你现在挨打，知道求饶了，你活该！还敢求饶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陈凡，对不起，你快来救救我吧！黄虎他疯了！这黄虎也太狠了，杨佑安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孩，怎么敢打她？谁来救救他？这男女力量悬殊太大了，这该不会真出事吧？陈凡，不会真的闹出人命吧？黄虎会不会进去跟我没有关系，可是这会影响你的前途啊！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放开我！不关你的事儿，我一定要修理他。打赌输了，装疯卖傻也没用，该你履行赌约了。怎么，你要赖账啊？咱班这么多同学可看着呢，你要是赖账的话，那我只好给区局长打电话，让他当面来评判评判你。到时候区局长是开除你，还是做其他惩罚？你可不要尿裤子呀！陈凡，你可别欺人太甚，就会拿他来压我，你算什么本事？好用就行。请开始你的表演了。你给我等着，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。我等着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热闹。玩这么大，不看热闹大学都白活了。我也去看看。我黄虎是条狗，欢迎大家来听听。来，大家都别客气啊！不管你们给他下达什么指令，他都会乖乖完成。来，学狗叫2声。嘿，这么好玩，我也要玩。我要你趴在地上学狗叫，谁让你刚才欺负我？陈凡，你刚才好厉害。媳妇儿，是不是又发现了我的优点，所以更爱我了？还是说，看到我这么厉害的一面，想要立刻跟我在一起？你正经点。追媳妇儿要是太正经，那可追不到。况且，我只会对你不正经。媳妇儿，这一世，我一定要好好提升自己，保护你，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你等我赚到第一桶金，就来娶你。吴若初，往哪儿跑？你别过来！哎，你跟陈凡3番2次的算计老子，今天这笔账咱们该好好算算了。我警告你，陈凡就在附近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他一定会教训你。还想骗我？我跟了你半天了，只有你自己
你要是乖乖的顺从我，我还能温柔点，否则……哦，我这人你也敢动？陈凡，你真以为你护的是什么清纯小白花？他私底下玩的可花了。陈凡，你敢动老子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有种弄死老子！反正老子已经是全校的笑话了，一起下地狱呀！我还怕什么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整起来，骚扰我媳妇儿，他妈今天就废了！陈凡，你别再打了，他要是出事，会影响你一辈子的。那又怎样？不准任何人欺负你！上辈子我就是没能好好保护你，才导致我永远失去你。这一世，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重蹈覆辙。陈凡，你来真的？陈凡，就算付出再惨痛的代价，我也不是让你好，会让任何再伤害你。陈凡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我怎么办？有谁保护我？陈凡，今天我就不跟你计较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黄虎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但你不能因为这种人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你要是不在我身边，我该怎么办？楚楚，你这是对我心动了？我没有，我就是看快要下雨了，想着你可能没带伞。你别多想啊，我只是住这附近顺路而已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再让我抱你一会儿。这些年啊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好想你。先是我们阴阳两隔，已经过去快20年了。现在我总算是再次抱到你了。这么多年，没有你，我的人生宛如行尸走肉；没有你，我的人生毫无意义。陈凡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快放开我！我不！你再不松开我，我要生气了。楚楚，做我女朋友，好吗？我说过，考研之前不谈恋爱。可我真的等不起了，我怕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从我面前消失。哎，如果我不同意的话，你会放手吗？不会。那如果我不答应的话，你会让我找别人做男朋友吗？会。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我是为了你而来。既然这样，好像也只能这样了。你答应了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没有。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媳妇儿。好，若初答应做我的女朋友了，她是我的了。你小点声，以后怕别人听到。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苏若初答应做我陈凡的女朋友了。今晚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。陈凡，你最近在区局长家忙什么呢？研究域名网马上就要上线了，到时候我就给你看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追得上你的脚步的。凡哥，昨天我去了你综艺的录制现场，你也太厉害了，现在可以直接保研了呀！恭喜你啊！淡定，小场面罢了。不过，我还是申请了这次考研。为什么？
这可是你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。因为我想陪你一起面对，经历属于我们的共同回忆。好恶心啊！这恋爱的酸臭味怎么让人这么难受？我受不了了。看不惯，那你自己也去找个女朋友啊。那我们就一起面对，走吧，静心安静。陈凡考试作弊！陈凡考试作弊！这什么情况？现在考场管控这么严格，居然还有人敢作弊，是不想活了吗？一旦被查出来，前程全毁了。这谁知道啊？但看那人信誓旦旦的样子，这事8九不离十。老虎，看来之前的事没给你长记性，居然现在还敢污蔑我作弊，看你是真不怕我报警。你急什么？我实名举报你，我有什么错啊？你带着作弊的东西进考场，我当然有权利举报你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想作弊。我有必要作弊吗？我可是有保研资格。倒是你，恶意污蔑他人，可是要取消考研资格的。你当然有保研资格，但是你的女朋友苏若初她可没有，所以你作弊是为了她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们俩考试的位置是挨着的吧？你胡说，我们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王虎，你是真不长记性，之前那些教训都忘了吗？你这么信誓旦旦的指责我，有什么证据吗？当然有证据。老师，我有证据提交。陈凡带着作弊的东西进入考场，我要求严格检查，给其他考生一个公道。真没想到，陈凡原来为了他的女朋友作弊，怎么敢的？这简直把考场的规则摆在地上踩啊！之前就听说陈凡不学无术，这人啊肯定有问题，和黄虎起了好几次冲突。黄虎之前那么惨，现在看来啊，并非如此。那就拿出你的证据。你等着，老师，陈凡作弊的东西就藏在他的身上，我要求对他进行搜身检查。黄虎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凡哥绝对不可能会作弊，你这是污蔑，是不是污蔑？搜一搜身不就清楚了？倒是你们这么紧张，该不会真的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在身上吧？好啊，如果我今天不让你搜身，恐怕是证明不了我的清白了。老师，麻烦了。陈凡，你果然作弊！这不可能，肯定是有人诬陷陈凡，陈凡他根本不屑于这样做。就凭这个就能证明我作弊？这都证明不了，你还要什么证明？陈凡，你再狡辩都没用，今天你必须受到惩罚！我还以为又是黄虎故意闹事呢，没想到还真搜出证据了。像陈凡这种人，必须取消考试资格。是啊，人人像他这样考试作弊啊，考试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陈同学，现在这个东西从你的兜里搜出来，我们必须要对你进行严厉的处罚。老师，您搜到作弊的东西，对我做出处罚，我毫无半点怨言。可您单凭着一张纸就要处罚我，这点说不过去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陈凡，你是把考场的规矩当摆设了吗？大家看好了，这是什么？
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黄虎，你没证据硬找茬，真的很尬，显得你啊没脑子。黄虎，你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吗？作妖的技术这么娴熟，我强都不服，就你，你真是个人才。这位同学，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啊，耽误的是大家的时间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，你这个废物，你居然敢阴我！算计。你眼睛长屁股里了，看不见人啊！分明是你小子撞的我，你还有脸指责我了？大清早碰见你这个丧门星，真晦气！呸！原来在这儿等，那我就将计就计。我不过放了张草稿纸在兜里，你就污蔑我作弊。黄虎，扰乱考场秩序是要坐牢的。老师，我请求报警处理。不可以啊！对不起，陈凡，我错了。你再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就当刚才只是一出闹剧，你放过我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法规做什么？就是，你一而再的对凡哥下手，凡哥次次都心软原谅你，放过你，你却还不知足，现在居然还想谋害凡哥跟苏同学作弊，无功都没你毒。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该打。哎呀，我不要脸。我不是同学啊，我没有良心，我对不起你，凡哥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最后一次吧。放了你一次又一次，你却丝毫不知悔改，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是啊，之前好几次都是黄虎挑衅，提出的要求一次比一次过分，完全想要将别人碾压在地上。这种人不会有超雄吧？好可怕，那我得离他远一点，否则怎么被他打了都不知道。对呀，你们知道什么？跟你们有关系吗？滚！老师，赶紧报警吧，等会儿他暴起伤人，就大事不妙了。好，我马上报警。报警是吧？沈凡，既然我逃脱不了坐牢的命运，我也要拉你当个垫背呢！让！走！放开我！沈凡，我给你势不两立！快把他送去警局，取消他的考研资格，立马上报学校开除他！陈凡，这个废物，我不会放过你！陈凡，你没事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。他不会真是超雄吧？这种人留在社会上就是个隐患，一定要送他去坐牢，不能让他再伤害无辜了。虽然上一世黄虎也喜欢作威作福，但跟我并没有什么接触。不过他现在被送去警局了，应该不是伤害若初的凶手，那究竟是谁？电脑前坐久了，可真难受啊。不过好在考研结束了，域名网也上线开了单，一单成交额就有50万，这样我就有启动资金做商业了。因为是新世纪刚开始，经济也是迅速腾飞，重操旧业一定能大赚特赚。凡哥，不好了，苏同学不见了。怎么了？你快说。刚我去苏同学家要他论文，发现苏同学不在家，他爸妈说是人不见了，正满世界找呢。若初，若初，不，若初，你等我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，黄虎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放了我！苏若初，之前我好好追求你的时候，你不肯，现在我只好来硬的了。
我只好来硬的了。你混蛋！不识好歹，居然敢打我！陈虎，你要是敢动我，陈凡他一定会为我报仇。啊！等我收拾了你，我就去收拾他。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掉！我一定会报警的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快就被放出来吗？那是因为小爷我上边有人。你真以为那破地方能关注我？天真！你这个臭女人，之前我好好追求你的时候，你不愿意，转身你就跟陈凡好上了，装清高。我不如陈凡吗？我不如陈凡吗？你这是在打我的脸！陈凡比你好千倍万倍，你就是饭缸里的蛆。说得好，那我今天就把你给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自诩清高。放开他！陈凡，你还真敢来啊！黄虎，我劝你立刻放了他，否则你身上的罪就会更重。那又如何？这儿是我的地盘，在这里我说了算，谁来都没用。更何况你一个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我叫嚣？做人不能太得意，否则一失足会摔得很惨。你只以为有你爹罩着你，你就能为所欲为，但区区一个校董，真能护你一辈子周全吗？废话这么多，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是吧？你要是害怕了，就给我跪下磕头，我可以考虑惩罚轻一点。否则，黄虎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陈凡，今天你再怎么挣扎都没用，今天废定了。黄虎，你别碰他，你放了陈凡，你让我怎么样我都愿意。好一个浓情蜜意，但今天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就凭你，我还不配。到现在你还分不清局势吗？我想要收拾你，不过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翻盘啊？之前几次被你欺负，是碍于有其他人在，我不好收拾你。但今天在这儿，可都是我的人。阿凡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媳妇儿，你觉得我陈凡是那种抛下自己的女人不顾的人渣吗？你放心，今天黄虎必须受到惩罚。就凭你一个废物，好啊，你让我看看你怎么惩罚我，可别是自吹自擂，让人笑掉大牙。着什么急呀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上杆子要求别人惩罚的人，果然不愧是受虐体质。陈凡，别太得寸进尺。那也错。来人，给我动手，狠狠地教训他，让他再也不敢嚣张。黄虎，再而三的欺负我跟若初，真以为我们毫无防备吗？什么意思？陈凡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拖延时间。今天这个教训你吃定了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不许动！别动！凡哥，我已经把你给我证据全交给警察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收集到那些证据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一直在搜集证据，就是为了把你们几个送进去。
这种害人精神，总算把你送进去，下半辈子就在牢里过吧。我不甘心，陈凡，你一定会得到报应的。带走。我一定会回来狠狠的收拾你的。阿凡，还好你来了，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。原来前世伤害若初的人就是黄虎，幸好阻止了悲剧重演。带进去。七老官儿，哟，局长、校长，你这是双喜临门呀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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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恭喜！陈同学不愧是从我们学校出来的人呐，用了短短2年的时间就成了京城首富，还为我们学校捐了2栋楼，为教育事业呀添砖加瓦。是啊是啊，校长过誉了，我呀只是尽力而为。这些年多亏了区局长跟校长的照顾，有了你们，我才能心无旁骛的打拼事业。看见了吧？谦逊有礼，能力超凡，未来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。小崔儿，加油啊！二位里面请吧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新娘苏若初进场。若初，我曾经做过一场梦，在梦里，我们相识、相恋，可却有一天，一场意外，我永远的失去了你。没有你的人生，我犹如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堕落、迷失，直到人生的最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才是我人生的锚点。为了娶到你，我整整走完了前世与今生。苏若初，我爱你。陈先生，感谢你今天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，也感谢你娶我为妻。愿往后余生，冷暖相知，喜乐共享，同量天地宽，共度日月长。若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这是我特意去给你求来的，它可以保你一生平安。若初，你是上天再次送给我的礼物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。